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打脸传闻，赵丽颖用续约与作品强势回应。近几年，关于赵丽颖的热搜，不是官宣恋情，也不是绯闻，而是作品出圈和得奖。就比如她的转型作《幸福到万家》《风吹半夏》等，还有她获得金鹰视后和飞天奖等。赵丽颖似乎成了励志精品的代名词，人人都说赵丽颖好，人人都尊敬她，人人都恭贺她。但我们都知道赵丽颖的一路走得并不顺利，如今的她红了爆了，但也有人在虎视眈眈地盯着她，总会有小道传言从黑暗处散布出来。最近就有人传言赵丽颖拿了势后反而资源变差了，是受到集体排挤了吗？悉数赵丽颖的作品是小制作，搭档过气明星，不符合双料事后的资源配置，甚至扬言其他85花还能去国际上走一走时装周，赵丽颖只能窝在国内。这真的不是故意打压吗？更有甚者，开始传播赵丽颖与浪琴长达8年的合作到期未续，与浪琴8年情断，双料事后商务无起色。消息一出，网友表示不解，不是刚拿了飞天金鹰双料事后吗？怎么连高奢代言都保不住了呢？有人开始质疑他的演艺事业是不是也遭遇了瓶颈。当然，这波打脸来得很快，浪琴官方准时官宣与赵丽颖续约，并配文优雅并非天生，时间自会证明。其实这句官宣配文也是有来头的。2017年，赵丽颖因为迪奥广告的英文发音被全网嘲讽，说她土，骂她乡土气。品牌方不仅没有维护她，还删除了这段宣传视频，一时间时尚品牌视赵丽颖为弃子。可是浪琴却在这时候签约赵丽颖为全球优雅形象大使，这无疑是一波力挺，并献上这句优雅并非天生，时间自会证明。到现在，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，因为众所周知，赵丽颖真的用时间证明了一切，逆风翻盘。而她与浪琴的合作也一直持续，好像是对彼此支持和肯定，也是相互成就。也许比起一些大花，赵丽颖的商业代言确实显得有点少，但是比起作品，赵丽颖却吊打了一众女明星。每个人的追求方向不同，赵丽颖沉淀下的实力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厚重，这是什么都取代不了的。央视春晚独唱，央视日历分享，央视4分钟年度总结专访，这些都是演员赵丽颖一部部好的作品积累的。她不是偶像，也不是顶流，而是国民演员。而赵丽颖与冯小刚导演合作的电影《向阳花》也正式定档4月4日。这一次，赵丽颖又是突破自己，饰演一个出狱女性涅槃重生的故事。这种边缘女性的角色其实挑战性很大，一旦把握不好就全盘皆输。从预告中可以看到赵丽颖素颜出镜，面容沧桑，如电影海报上的文字豁出去，活下来。我一如既往期待赵丽颖的作品，最有趣的是，这部作品也是冯小刚的翻身之作。冯小刚曾经有过很多优秀的作品，也创下过不少票房奇迹，但近些年他的导演之路似乎不进还倒退不少，票房口碑无一不扑街。向阳花是冯小刚第一次与赵丽颖合作，冯小刚也看到了赵丽颖身上的潜质，找她替自己的翻身做打头阵，再适合不过了。其实冯小刚是赵丽颖出道时的第一个引路人，当年赵丽颖参加选秀，以冯小刚组第一出道，这是他们最初的缘分。如今卯足了劲翻身的冯小刚和流量与演技并存的赵丽颖联手，《向阳花》注定不是一个庸俗的作品。当然，成败与否还需要观众来评定。说这么多，还是希望外界的传闻少一点，
谣言少一点，让好的演员能够一直潜心静气打磨自己。毕竟，这个社会大多数人在物欲和权益的面前是很难把持住自己的。娱乐圈里又有几个人能如赵丽颖般愿意沉淀自己的呢？一个商务代言或活动的确定收益和一部戏的未知结果，利益的天平就已经倾向了一边。赵丽颖选择专注于拍戏，也确实交出了一个个经典角色，证明了实力。她的口碑和影响力的含金量会越来越凸显出来。其实有一个现象一直让我很无语，明星的粉丝们似乎更爱比什么超话数据，还要攀比谁接的商务多，谁家粉丝买的多。可是一个艺人最重要的不是他的正经业务要好吗？这样才值得喜欢啊！现在有点本末倒置了，谁商务多谁就牛逼。我还是坚信，第一要有作品，其次商务是锦上添花。2. 票房破50亿只是个开始。37岁的赵丽颖要掀起一波新高潮了。赵丽颖在流量废墟里开出带刺的花。凌晨3点的片场，赵丽颖第13次扑进泥潭，污水灌进鼻腔的瞬间，她突然想起20年前那个跪在横店石阶上的自己。彼时她正给某古装剧女主角当替身，额头磕在青砖上渗出血珠，导演却对着监视器皱眉，那个丫鬟头在滴血。如今37岁的她正在张艺谋的镜头里诠释一位聋哑母亲。当指甲缝里嵌满砂石的双手死死抠住悬崖边缘时，监视器后的国师突然起身，这条过了。全场掌声雷动，他却蜷在泥浆里发抖。那不是表演，是真正经历过生存挣扎的人才会有的战力。撕开糖衣的勇气，从85花到土花。当同期女星在红毯上争艳时，赵丽颖正蹲在河北老家的菜地里。素颜、马尾、沾着泥点的胶鞋，这不是真人秀剧本，而是幸福到万家开拍前3个月的日常。剧组人员至今记得，她揣着笔记本走村串户，把农妇们那鞋底时翘起的小拇指、骂架时叉腰的弧度，都变成了和幸福的肌肉记忆。风吹半夏的钢铁厂里，她跟着女工用搪瓷缸灌白酒，把商海沉浮演成了真实的人生切片。当投资方担心她不够美时，许半夏用布满茧子的手举起酒杯，在谈判桌上砸出裂痕。这道裂痕也劈开了流量时代虚假的滤镜。疼痛美学，在伤口上种玫瑰的人。第20条的强暴戏拍了8遍。当男演员的手第3次扯开他衣襟时，场务小姑娘别过头流泪。那些淤青不是化妆师的笔触，是真实撞击留下的印记。导演喊卡后，赵丽颖裹着毯子喃喃：聋哑母亲被侵犯时，应该像受伤的母兽那样撕咬。这种近乎自虐的投入，让冯小刚在新片《向阳花》里赌上全部身家。为诠释刑事人员，他在零下10度的看守所体验生活，双手皲裂渗血仍坚持徒手刨雪。预告片里那个响彻监狱走廊的巴掌，扇碎的不仅是剧中人的尊严，更是娱乐圈假吃假哭的遮羞布。票房女王的孤岛，当50亿成为起点。累计票房50亿的庆功宴上，赵丽颖独自离席。有人看见她站在露台，对着手机里早年跑龙套的视频出神。视频里那个被威亚吊在半空的丫鬟，正用最笨拙的姿态在空中划出弧线。如今这道弧线已化作《乘风破浪》里眺望飞机的泪光，第20条中坠楼时的决绝，向阳花里从地狱爬出来的狞笑。大银幕见证着他将流量时代的馈赠碾碎成养料。当同行用替身拍摄吃饭戏时，他真吞下10块肥腻红烧肉。当资本追捧 AI 换脸技术时，他在听障学校一住就是半月。张艺谋说他是用骨头演戏的疯子，但观众更愿称他为疼痛的翻译官。那些淤青与老茧都在替沉默的大多数呐喊。从廊坊棉花的到戛纳红毯，
赵丽颖用了20年完成最残酷的演技进化论。当流量明星沉迷于数据打榜，这个农村姑娘用最原始的生存智慧撕开戏服。不是所有演员都需要科班出身，有时候带着泥土腥气的真实，才是刺破表演艺术泡沫的利刃。正如他在新片杀青时说的：“好演员的勋章，从来都是带血的。”